平凡一家。嗨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Louis。好，所以欢迎你们来到平凡一家。今天呢，我会讨论的东西是陪生的感受。那么什么是陪生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陪我老婆一起接生，就这样简单。那么样，其实说到人生第一次的接生，到底什么感想？其实要说回一开始。一开始我还记得呢，我刚好买好家，装修好，我们就搬进来住了嘛。我记得我们住了大概是几天之后呢，他就跟我讲，我肚子痛，要去看医生。我就说哦，当时我距离好像还有2个星期到3个星期才会生的。然后15号，但是医生跟我们说20多号的，所以差10多天而已。然后还说肚子痛嘛，他就说还要去看医生。然后我说好吧，我就来去看医生了。结果我们也去看医生了，医生直接给我们讲一句非常可怕的事情，你猜是什么？答案就是 OK 要生了。什么？差10多天突然间说要生了，我都还没做好准备喂，说生了哦。结果就说 OK 上楼 ，OK 推进医院了 ，OK 推进那边了接生。我直接当场傻眼，真的是傻眼。然后说什么？我都真的完全呢，就是还没有准备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已经 planning 好要准备去吃火锅啦。然后他特别奇怪的，他有了 baby 之后特别想吃麻辣火锅的，所以还准备 planning 去吃火锅。结果什么都不能做，在医院准备接生，我们就一直等嘛。他就说 OK， 他呢 OK 1cm，OK 1cm 而已哦。然后我们以为1cm 就还有这样卷，应该可以回去，结果他说不可以，等待准备接生，明天一定生。之后我们就等到明天了，他就说还是1cm，所以最后医生嘛，他就鼓励就是催生。那在我岳母他们那边看来呢，其实催生这个东西就尽量让孩子己本身想出来就出来吧。那么其实，在私人医院呢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？因为我们都听别人说都是催生的多。那么样呢，催生我也没有怎么样，就主要宝宝跟妈妈健康就好了嘛，对吗？所以一旦开始催生了之后，他就打了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就开始就催生了。然后呢，就会有一只东西会动的，然后它动很高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很痛的。所以我就这样子，我就陪他陪了大概到了中午的4、5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叫我跟护士说我要大便。我就说你这种时候要大便不会吧？我就说帮我去讲我大便哦 ，OK， 我就跟你讲，Miss 不好意思啊，还要大便哦，可以给他这样吃手吗？他就跟我讲，他串起手，他那要生了哈，要大便哦，不是要生哦，他就说要大便就是要生了。我说哈，我就缩掉了，当时然后我们懵掉了，然后他就进去，我就伸手进去，然后就掐 ，OK， 生推叫医生来，我说哈。我就还没有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结果就是生了。所以呢，他在生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哇，对我而言啊，哇，那个经历就是探到了好多的血。你知道我其实是不能探血的，我探到血呢，我都是会脚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是我天生的嘛，所以非常的可爱有没有？呢，其实在接生的过程嘛，我医生只知道我坐在旁边，然后嘛。就开始叫他推啊 push 啊推，2个护士印度人就给他推，然后呢看到头了之后，那个大肚鬼佬医生就来了，就开始就那边然后叫他 OK， 你听着我的指示，到我喊1、2、3推的时候你就跟着推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就叫我能做些什么嘛，他就跟我讲你坐下探着就好了。那我说坐下探着啊，好吧，那我就探着我老婆。看着他，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就当时的感受是，简直就是空白，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。然后就开始推，大概整个过程呢是15分钟。然后如果你问我老婆是否有没有喊到很可怕嘞，其实呢这个东西是没有那么可怕，他并没有喊到很大声，只是这样子罢了。结果生了之后的那一刹那，只能说非常的感动。我差不多流泪了，真的是太过感动了。一个人为你生了一个孩子嘛，真的是非常感动。然后当那孩子一抱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只看到那一幕，这一幕哇，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解释。一个痛到非常痛的人，
他一探到宝宝的时候，他探到宝宝的时候是什么痛都没有了。我还看到他抱着宝宝，我老婆抱着宝宝那一刹那是非常开心的，非常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那个样子，就是什么疼痛都是离开一切了。而我看到医生在那边很努力的缝针的时候，他竟然没有感受。重点是他也没打麻醉针，知道吗？他没有感受了。然后生完孩子了之后，对吗？他就怎么样？哇，很兴奋，跑下床去探宝宝。结果护士跟他讲：“你不可以站起来啊！”所以说，年轻生就是不一样。他说：“你不能站起来，你一定要去躺着，怎么样的啊？不是可以探宝宝的咩？哦，叫我去躺着，他就去躺着又不爽。我说我要探宝宝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哦，我老婆特别的可爱啊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其实呢，我告诉你们。”我在那边等待过程中，因为我老婆啊，大概是1天半的时间才开始要生。那在1天半，其实有很多的人都来生了。一开始我们都在一间房间嘛，而且那个房间我跟你讲特别的不隔音，我们经常一直听到什么东西，你们猜一猜？答案是尖叫。哦，为什么会尖叫？我跟你讲，我看到很多人生孩子，对吗？哇，我们两个在那边好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说这么可怕，吓死了哦！我就跟我老婆讲，应该不会这么的夸张吧？结果第2个也是这样，第3个也是这样，我就跟我老婆讲，做好心理准备啦，自然生嘛，做好准备啦。然后结果在生的过程嘛。其实这很快，我没有记错，只是15分钟，宝宝就出生了。还有15分钟就是在缝针啊，做其他东西啊，处理那一个胎盘啊之类的东西。然后其他东西嘛，就差不多忘记了，因为我 focus 就是孩子与妈妈而已，所以就没有记得太多东西。而且说到这个东西呢，其实这个宝宝出生，对吗？我也觉得跟一个东西有关，就是在我上面之前的视频啊是有讲到的，就是如果你们忘记了这个视频，或者是你没有看过这个视频，你可以点这个哦，看回去。在那之前我有分享过25岁做爸爸的感想哦，然后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吸引力法则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本来知道宝宝出生的是20多号嘛，11月20多号，他是射手座。其实我呢不是特别对射手座有偏见，那么其实我并不喜欢射手座，为什么呢？也不告诉大家啦，神秘。所以呢，我看到知道宝宝是射手座，其实我也要接受嘛。可是我多么希望其实还是早一点出生，早一点出生那是什么？就天蝎座嘛。结果就说啊，只能想而已啦，不会可能成真的。结果宝宝竟然是天蝎座，11月15号，可爱吧？结果说其实这个宇宙吸引力法则是非常的灵的。总结来说呢，这整个东西第一次接生的感觉是什么？紧张、空白、懵。什么是懵？白白懵字叹字而已。医生只叫你叹住，然后我听我朋友讲，你没有剪肚脐啊？没有。还有这个那个没有，我只探着宝宝跟妈妈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然后整个东西就探他这样子，然后你问我他是不是很痛？其实在我看来，不是我感觉，我看到我老婆的样子，就感觉好像还 OK 这样的感觉咯。那么如果你想知道到底他生孩子是男生会不会很痛，你们就要看这个视频啦。所以你们就要在结尾可以去按那个视频，看我老婆的分享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咯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及分享哦。我们下一个视频见，拜拜。